对于很多棒球选手来说，能登上美国大联盟大概可以说是一生的梦想。但你知道，最近有一位台湾旅美的大联盟选手，只因为一次失误就被美国球迷怒骂为亚洲脑残跟冠状病毒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越演越烈的亚裔仇恨正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在听到美国种族歧视这个词的时候，脑中会浮出什么情节或画面呢？你的画面里面会有一点点是分给黄种人的吗？长期以来无论美国本身或是其他国家，甚至是亚洲国家自己，在美国种族歧视议题的讨论里面呢，都比较关注的是非裔或是拉丁裔族群的权益。但最近亚裔被歧视的讨论也渐渐的浮上台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台湾的旅美选手张育成被球迷怒骂是亚洲脑残跟冠状病毒的例子之外呢，最近在旧金山也有一位75岁的广东老太太，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无缘无故被一位白人的男性给殴打。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谈谈为什么美国的亚裔歧视越来越严重，还有亚裔歧视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美国的亚裔歧视比较不受到重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不免俗的还是要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在广告代理商或者是品牌端上班呢？如果你正在做社群行销，可能常常会跟我们遇到一样的问题。每次想同时在 YouTube、Facebook 跟 IG 上面3个平台呢找 KOL 曝光产品或者活动，就得分别的去联系超多的窗口。那除了花时间呢，时程也很难掌握。但为了渲染效果呢，也只能咬着牙硬做，结果呢总是累到爆炸。而这个时候真的就好希望呢，只要有一个窗口就能够帮我搞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想要提供一次在3大社群平台曝光的业配方案给大家。只要对一个窗口呢，就会有专人帮你安排图文不符与智力机器的业配组合，帮大家直接处理跨平台的广告曝光，沟通更轻松。你可以在影片和懒人包中快速的置入业配广告，而且都是永久曝光。那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团队也能够为你量身定制更有社群力的广告内容。如果公司品牌广告与行销伙伴们产品与活动有跨社群平台的业配需求，欢迎寄到 hi@simpleinfo.cc 与我们联系哦。亚裔仇恨简单来说呢，就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许多人认为现在美国亚裔歧视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前总统川普在发言的时候，总是会把 COVID-19 说成像是 Chinese virus 或者是 Kung Flu， 还把这个疫情扩散的责任呢都推给中国，这才会让近期美国的反中情绪高涨，进而导致亚裔歧视。但也有人主张呢，虽然最近亚裔歧视有变严重，但是种族歧视的状况其实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根据历史来看呢，过去亚洲人会被歧视常常都跟经济有关，像是19世纪末期呢，这个美国因为内战，所以经济正在衰退，同时也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到加州，成为低报酬的劳动力。但当时许多美国人呢，却把薪资衰退的原因归咎到了中国的苦力身上。而最后，美国也在1882年呢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输入华人劳工。可是呢，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华裔人口呢，其实在美国总人口的0.002%。而另外呢，在1980年代左右，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兴起，让许多美国工人失去工作，也引发了针对亚洲人的歧视。例如1982年时呢，有一位从小就在这个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陈果仁，就因为被误认为日本人，而被2位男子持球棒攻击致死。不过这2名男子后来呢，只被判刑3年。当时过度宽松的判决结果让许多民众非常不满，因此引发了这个亚裔串联的社会运动。那在美国，除了这些事件之外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刻板印象，让亚裔族群呢感觉到自己被歧视。在美国，无论是亚裔非裔拉丁裔，一样都会遇到的一种歧视呢，就是永远都把你当成是外人。有些人他们家可能早就已经在美国生活好几代了，但在认识新朋友时呢，却总是会被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他回答加州内华达州，朋友还会觉得哈，因为他期待听到的回答呢，其实是美国以外的国家。这或许代表说呢，这些问问题的人预设了肤色不白的人就不是我们美国人。而这个区分我们或是他们的想法，常常就会延伸出一些标签或者是刻板印象。在美国，针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包含像是很会读书数学很好性格温和努力生活，很会赚钱，犯罪率较低等等。可以说呢，整体形象算是蛮乖宝宝的。
亚裔甚至还因此被称呼为模范少数族裔。但这些刻板印象或是标签，有时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像是很会赚钱就会被联想到小气，成绩好呢就会被当成是书呆子，而至于像是个性温和呢，只是会跟软弱作为连接。那当这些标签被拿来当成是攻击的武器时，也就会形成实际上的歧视。以书呆子为例这个刻板印象可能会让老师忽略说，其实亚洲学生也会有课业辅导的需求。而另外像是努力好欺负之类的标签，也会让亚裔美国人在职场上接受更多更繁重的任务，却未必领到更多的薪水，只因为对方觉得亚洲人就是耐操啊。那跟非裔或者是拉丁裔族群相比美国亚裔族群遭受到的这些歧视，通常会让人感觉比较优微，或是没有那么严重。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歧视多半呢是来自让人感觉正向的特质，反而让当事人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例如亚裔可能不喜欢自己被当成书呆子，但却又以自己很会读书为荣。那在还可以忍受的范围里面呢，通常就不会多做什么。但这样子的状况呢，却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他不在意，甚至呢就是继续的加深这些刻板印象，忘记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那以很会赚钱这个印象来说好了，那虽然平均来说呢，亚裔的经济能力确实是高于美国中间值的，但并不是每个亚裔都很有钱。在部分移民或是难民的族群当中呢，他们的失业率甚至高达了 80%。但是在民众都认为黄种人就是有钱的情况之下，政府通常也不会去花心思照顾那些经济有问题的亚裔族群。而更糟的是呢，随着疫情降临美国，亚洲人所受到的歧视呢，不止变得更加裸露，也更有攻击性。根据美国反亚洲歧视团体的调查呢，从2020年3月到2021年的2月，全美国呢就有将近3800起的亚裔歧视事件，其中包含像是语言上面的骚扰或者是物理上的攻击，例如走在路上被陌生人说滚回你们的国家亚洲人，或者是呢在等地铁的时候莫名被揍被泼咖啡等等。那不少保守主义者呢，开始将亚洲人视为病毒一般的存在，而越演越烈的攻击行为呢，也让许多亚裔决定站出来发起游行活动，呼吁停止亚裔的仇恨。在过去呢，许多人会认为亚裔长期以来比较专注于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遇到一两件小事呢，也会觉得忍一忍就好了嘛，并不会想要发起抗争。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乖宝宝刻板印象，也会让部分人觉得呢，抗争那种坏坏的事情不是我们该做的。但实际上，让亚裔难以团结起来抗争的原因呢，或许还跟不知道该如何反抗的刻板印象，以及内部有太多多元的文化还有语言有关。虽然在美国人眼里呢，亚裔是一个群体但它里面其实涵盖了非常多的族群，包含像是台湾、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等等，彼此的语言也不一定相同。在歧视没有真的让人活不下去或是威胁生命的时候，就很难让这些不同的亚裔们团结起来。但这一次的疫情呢，反而成为了一个转捩点因为攻击太过的赤裸，让亚裔族群不只决定上街头呢，同时过去那些被隐忍下来的不满也都一次爆发。只不过在他们愿意站出来之后，却意识到另外一个实务上的困难，那就是目前美国这些对于亚洲人的歧视攻击，并不一定呢就会被认定为是仇恨犯罪。在美国，仇恨犯罪是很严重的罪，它指的是基于偏见歧视而来的犯罪。除了种族歧视以外呢，性别歧视、宗教歧视、性上歧视等等，都可能构成仇恨犯罪。也就是说，假如呢你今天恐吓了一个人，结果调查发现呢你是因为歧视所以恐吓别人，那你就会被判恐吓罪加仇恨犯罪，导致这个刑责大大的提升。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在实际的案例当中要判断它是不是仇恨犯罪，就要特别的谨慎，通常会需要很具体的线索去判断出加害者的意图是否出于歧视。例如在美国叫这个非裔 nigger 或者是叫他们吃炸鸡，一般来说呢就可以被判断是一种歧视。但亚裔族群就比较没有这种可以清楚判断的元素，所以有很多的攻击，即使它看起来就是针对亚裔而来，但最后却无法被认定为是仇恨犯罪。像是最近在亚特兰大呢，有3家按摩店先后遭到枪击，造成了8人死亡，1人受伤。而这8名死者当中呢，有6名是亚裔女性，再加上附近按摩店很多，但被枪击的偏偏都是亚裔人经营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呢，这个攻击应该跟亚裔仇恨有关。就连美国总统拜登呢，还有副总统贺锦丽，也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呢，发表演说，呼吁民众停止亚裔仇恨。只不过呢，这场枪击案的犯人呢，却否认他是因为种族仇恨而犯案。他说自己患有性成瘾症，犯案时呢是为了摆脱诱惑。那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荒谬，不过如果犯人如此的坚称，警方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而且，就算今年因为疫情呢，让亚裔受到攻击的状况越来越多，但在纽约呢，真正有被以反亚裔的仇恨罪起诉案件也只有1件。但更令人无奈的是，这个案件的嫌犯呢，居然还是一位台湾人。听说呢，是因为呢他在一些地方涂鸦了这个反中国人的内容呢，因此被认定是针对某个种族进行歧视而被起诉。那虽然我们团队找不到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不过总觉得好像可以想象那个情境。那在进入今天的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帮忙，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被黄标但却重要的议题。那回到这个议题上，我们发现呢，过去常常会听到一个说法是，亚裔族群在美国明明就很容易被歧视，但却不像非裔那样勇敢的站出来，都是因为亚洲人自己太懦弱啊、太自私才会这样子。但实际上的状况是呢，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的亚洲人在倡议不要歧视亚裔，但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觉得亚裔面对的歧视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而这种正面特质所带来的歧视呢，其实不容易对抗。就像是呢，如果有人跟你说不要觉得我很会读书，或是不要觉得我很会赚钱，你可能只会觉得说啊，你是在炫耀吗？只不过呢，这一次的疫情让亚裔遇到歧视出现了转变，觉得歧视是完全基于恶意的，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这样子的压力呢，也让亚裔决定站上街头，甚至开始回头去讨论以前那些幽微的歧视该如何面对。那虽然这是一个阴错阳差的结果，但也确实让亚裔歧视的讨论变得更加深入了。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讨论能让美国亚裔族群的处境有所改善。而最后呢，想问大家的是，在看到目前亚裔受到歧视的状况，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很生气，亚洲人命也是命啊！希望大家能重视亚洲人权益，并没有感觉那些亚洲人要选择到美国生活呢，就要知道可能会面对歧视。C 觉得无力非裔抗争那么久啊，处境也没有改善多少，亚裔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吧。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最近亚裔仇恨争议为何越演越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美国的 BLM 运动以及善良的歧视主义者的说书。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